欢迎各位来到现代的上海啊！这是一个将传统与创新无缝融合的城市。从米其林到街头小吃，上海呢提供了非常多样化的美食，可以满足每一个口味以及偏好。虾有虾的味道，肉有肉的味道。老新鲜，这些招牌菜真的是好吃啊！下面还有，国际饭店的糕点非常的出名，所以呢，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有幸可以去尝一尝呢传统最正宗的这个蝴蝶酥。上海的顶级餐厅多不胜收，看到他们每一道菜这个烤制的过程呢，和他们这个用心程度，真的是让人感叹呐。所以加入我们一起发现上海的味道，在每一口食物之中呢，体会到传统以及创新的相融合。跟着大人一起吃，欢迎各位收看《跟着大卫一起吃》。这一次大卫带你们去什么地方呢？我们来到了上海，这座中国人口第2多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那走进上海美食地图，你会发现，不管是传统的本帮菜、老上海经典的小吃，或者是时髦的居酒屋，或者是黑珍珠评选的餐厅，在上海这个多元又包容的城市里面，你一定可以找到你喜欢的美食哦。那除了美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将带各位了解每一间餐厅，以及他们每一道菜背后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你会发现，原来在这个快节奏的国际化的大都市里面，也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那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始享受这次的上海美食之旅吧！一老婆，一起跑，说的 OK 吧？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景林餐厅，当然这家中餐厅呢是在这个新开业的海鸥丽晶酒店的里边。那么海鸥丽晶酒店当然是以这个繁花世界海上传奇为主题，非常非常的漂亮。进来之前呢，就要看到一幅这个画 OK， 3米高的一个大漆工艺的艺术作品，120道工序打磨整个过程，再加上它加了很多金箔跟银箔，每一层在这个画里面，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艺术作品是一个巨幅的大漆工艺。Chasing light， 就烛光，有没有什么特别含义呢？放在这儿，我们其实是希望可以在客人进来的时候有一种被光芒照射的感觉，又是因为其实整个大堂是没有很多日光洒落的嘛，所以我们就用了这样子的一个艺术灯具，来把光芒的感觉播散在整个大堂。对，这个是我们的 reception， 其实它是打破了传统的 reception 的设计，更像是一个沉浸的展馆、美术馆的感觉。上面这个花苞的灯里面的图案全部是手绘完成的。对，所以这里就到处都可以看到花，都是花。其实是希望营造出来一种一步一景，就是一步一景。对，因为我们的大门其实采用了双开门的设计，然后当客人走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先看到这里，然后再进一步看到艺术品，而不是层次，对，层次感、递进的感觉。旋转楼梯呢，其实是保留了原来海鸥饭店的旋转楼梯的元素。过去将近40年的时间，它都是传奇般的存在。其实我们这个刚刚讲到的《繁花世界海上传奇》的这个主题嘛，然后其实除了繁花，呼应的是繁华，整个繁华盛景，还有就是我们当时的设计师也是看到了金宇澄老师的这个《繁花》的小说，然后汲取了灵感，所以我们当时定下来这个主题之后，就觉得很希望能够把金宇澄老师的作品带到这间酒店，所以就选择了跟花主题相关的飞花在这里。欢迎来到我们的中餐厅，体验我们丁师傅的传统粤菜。景林，通常我们去个餐厅的话，听到景林，那是就名字就是名字嘛，对不对？对。那么请问它的奥妙在哪里？我们的景林是来自于《岳阳楼记》当中的沙鸥翔集锦林游泳的这句诗。
这句诗它的意思其实是沙鸥时而飞过，然后美丽的鱼游来游去，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酒店的餐厅的位置是可以看到海鸥时不时飞过的这个画面。然后它的名字其实也是海鸥丽晶酒店，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沙鸥翔集紧邻游泳，我们觉得紧邻是很适合作为中餐厅的名字的。其实你们这个整个设计，其实你之前讲过是繁花，但是也是以老上海的一种特色来改良的一种设计，是不是？对，我们其实在很多的设计元素上也加入了老上海海派的一些元素。所以各位来到这个海鸥丽晶的话呢，可以看，真的我看每一个角落，包括它每一件家具，包括它的筷子，都会有它一些上海的一种 feel 的感觉在这个里面。好，那么第一道菜呢，这个就是很美。这个呢是我们的松露玉香鲜虾果，然后外面呢我们用的泡湿的一个春卷皮，然后里面呢搭配的是新鲜的草虾仁、玉米和青豆，另外呢搭配了有黑松露，上面呢我们是搭配了一些鱼子酱。哇，用好，谢谢。客气。哎，好美哦，真的好美丽这个。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叫做松露玉香鲜虾果，哇。这看起来真是个功夫菜，这个透明的这个皮这样包的，里面很多这个馅儿，然后上面还有这个鱼子酱，还有一个一个，你看到没有？好可爱的一个小叶子。很有层次的一个鲜虾果，没有嚼到有像肉的味道，还有一些香料，还有里面还有玉米，然后还有吃到松露的味道在里边，松露，脆脆软软，口感都有啊。对 ，OK，next，这个呢就是一道非常传统的粤式菜品了。这个是我们的玄鱼子脆皮白梅烧，然后上面呢搭配的是一些鱼子酱，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脆皮烧腩肉了。然后我们做法呢，因为在烤的时候呢，它上面的皮弯起来了，像眉毛一样弯弯的，所以呢，我们叫它脆皮白梅烧。哇，你看到目前为止，看就两道这个菜呢，已经看得出它的这个艺术感在何处了。从这个角度看，就像油条炸油条一样，但是这个猪肉哇，很可爱。上面的皮很脆，下面的肉很嫩，加上一点这个鱼子酱，有另外一个咸咸的这个风味在里面，就是像烧肉，对不对？对，像广东的这种烧肉的味道，是的。但是又是改良一点，更精致一点的那个口感，上脆下嫩，小小咸咸，口感很好。nice。好 ，Olivia， 下一个惊喜是什么呢？下一个惊喜是我们准备的一道汤品。粤菜一定要有汤啊！开玩笑，对啊。是的。哦，哎呀，好美啊！好先进哦。松茸竹升茶壶汤，然后汤底的话，我们是用老鸡和猪肉熬制了6个小时出来的汤底，然后另外呢搭配了有云南的松茸和竹升。哇，然后那个杯里面呢还有这个两个枸杞在里边，好美丽啊！你们这个汤这个功夫也下了不小啊，这个汤。是，它不仅是在食材本身，在呈现方式上，其实丁师傅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希望可以给您一种沉浸式的体验。谢谢，来试试看。一个小杯这样子，然后一壶，好鲜呐！老鸡汤，这个时候呢，暖暖你的胃跟肚子啊。鲜美的鸡汤，然后刚才也可以说是料众多啊，非常多的料在里边，所以呢，这样子一壶，其实让你喝的时候呢，真的是幸福满满，而且重点是它也不油。对。Cheers, man！ 啊，满满的鸡汤味。nice and hot。丁师傅，你好，你好。我干嘛？烈火戰車。朋友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
乳鸽上来了，当然了，请了我们的主厨丁师傅，雷猴，你好，大家好。主厨丁师傅呢，曾经在香港的米其林星级餐厅里面工作，当然了，现在他在上海为大家提供高品质的地道粤菜。那么其实来到那个景林餐厅呢，来吃的这个粤菜就是我们丁师傅的手中的这个功夫菜呀。那么，请问你是想把什么样的一种粤菜带到这里的 region？其实我想把粤菜最主要的鲜味，因为我们大家粤菜也知道是最主要是讲求食材的新鲜，还有就是火候，所以就是想带到这里上海的这个丽境酒店，然后就把这个粤菜跟板上海菜融一点点下去啊。融入一個 combination 的 fusion， 對，上海菜同埋粵菜。哇，那怎麼樣？那個粵菜跟上海菜，你是怎麼混合在一起啊？把板菜的食材的里面的话混合我们的粤菜里面，例如你现在我们前面的这个格子，这个是招牌的公开的了。这招牌乳鸽，这个就是大家来必点的这个菜吗？对。这边的你做的话，你有什么特别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好，因为我们这个格子的话是生炸的，并不是一般卤过以后熟的再炸。生炸的 OK。对，还有就是一点就是这个皮一定是为什么是玻璃是感觉是玻璃皮的脆，还有就是最主要一点，你吃到里面是可以爆汁。爆汁，那我们赶快先来尝试一下这个美丽的鱼嘎，对不对？哎呀，像这个反光真的是非常的美丽的一个表面的皮，看起来就是哇平滑，这样子要先掰开来吗？还是就直接咬下去好了？是这咁樣啊？朋友们，多汁，很多汁。我坐在你旁边的话，我都闻到那种香味了。当然，他的菜呢可以说是传统的粤菜，再加上一些他自己的巧思，尤其是他说的那个乳鸽，我们一尝之下，大开眼界，可以说是惊喜无比。那个朋友说，哦，吃过很多乳鸽，一吃完他的乳鸽之后呢，他说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乳鸽，想自个尝尝吗？来这就可以尝到了呀！你应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吃法？还是就吃？对，有的其他的格子的话会配淮盐，其实我建议就是淮盐都不需要配，本来我的这个味道就已经很足够了。给我看到刚才那个皮的这个脆皮声，而且里面的这个肉呢，有些这个乳鸽会比较干一点，它呢就是非常多汁，像刚才师傅说的爆汁，所以呢非常的润口，而且一点都不干，味道十足。好吃啊！是你喜歡的嗎？愛死了哦！好，接下來哇，好美啊！OK，而家有咩好食呢？請介紹下。好，咁呢個牛肉嚟雞呢，其實係一個包住咗裏邊呢，就包住咗嗰個杏鮑菇同埋雞杏鮑菇在裡面，都是裡面都是 mushroom， 包到個形狀呢，像一個好似禮物盒咁樣，一個四四方方。咁所以你食落咧一定係內有乾坤嘅，再配下側邊有啲醋珠，咁成個形狀擺出嚟個擺盤，你好嗎 ？OK， 來我們來看看，那個和牛，你看軟嫩，入口即化，然後它有它的一個這個蜜汁，它這個汁裡面吃起來有一點小小的這種花雕的味道在裡面。是可以中和和牛的这种口感，然后配上这个牛肉，然后再跟这个菇，吃起来真的就是算个主菜的一个这个风味。炒飯裡面是材料的話是有油柱、叉燒還有河沙。我們的粵菜是講究是火候功夫飯鬆軟分開，粒粒分明。而且豐富的這個 XO 醬味，但是又沒有太重，而且是不鹹也不辣，但是很有味道。這個呢？這個龍帶肉梨香咧個底下咧係用咗咧比利時嘅啤梨，跟住然之後咧上邊嗰個咧就係帶子，咁將佢結合咗一齊嚟計夠。最上面咧嗰個係金華火腿。金華火腿，然後還有那個帶子跟這個梨子，有鹹有甜有脆有軟。吃這個的時候也可以輕輕點一下那個檸檬汁，在這裡的檸檬汁哦，檸檬汁啊！你看上面有一點鹹鹹
的火腿，然后再加上软的这个干贝，下面是甜甜脆脆的梨子。入口也是很有层次的。其实一咬下去，干贝软软，然后有点像这种天妇罗的外面这个小小的这种包的那种一点点那个感觉，一点点。然后下去的时候，这个真的可以马上感觉到一点这个雪梨的这个风味在里面。刚才师傅说的加柠檬汁，给它另外一个风味，就是上面等于说多了一层的这个味道在上面。海鲜配点柠檬也不错嘛。OK 了别，还有一道。到了我们最后的甜品时间来喽！哇哦 ，so pretty， 西服，哇，你们这边的刀工真的不是盖的，你这个 strawberry 切的是透明的呢，给你一个冰冰凉凉的一个感受，加上一个薄荷叶在上面，是不是？是。哇，上面是一个草莓，切片以后一片一片摆上去，像一个繁花这种的形状啊。燕鸥繁花映飞醉，对，所以每一个字都有它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其实我刚开始以为下面就是像那个甜汁，但是它已经是个果冻了，看到没有？是果冻，好香啊！有一种清香、对，清甜的，感觉有点荔枝，但是又带点花香在里面，是不是？荔枝果冻上面还有个那个非常养颜的，对，美容养颜的。而且看燕窝一看起来又是冰凉冰爽的，你看这个甜品真的可以说是又养颜又好吃又美味。是，燕窝带一点小小的甜甜在里面，然后带点这个薄荷叶。所以我想跟着大卫一起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吧。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桥梁，当然我们也希望透过吃这个动作呢，来了解不同食物以及他们背后的人文故事以及他们的热情，还有什么呢？就是他们对生活不同的理解方式。所以直到下次，千万不要忘记，吃得好，吃得饱，健康快乐，活到老。要吃好料，就要舍得。我们下次再见，拜拜。